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包猪肉馄饨，这是最传统的早点部售卖的馄饨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有馄饨皮儿1袋，猪肉绞馅儿200到250克，半斤左右就可以了。4根香葱，还有1小块姜。下面呢，我们先来处理姜。我们把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呢再切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或者你也可以用这种插丝器，把它插成小末也可以啊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姜呢是呈阳性的这种食材，它是温补肾阳、出汗排毒的，散寒祛湿的这种功效。大家都知道，胃口不舒服的人呢，尤其是女人来例假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建议多喝一点姜水。后来我出国以后啊，发现西方和东方都是一样的，都用姜水来暖胃的。特别是夏季，吃姜呢还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效果。那么早餐我们吃一点姜，既可以健脾温胃，又为一天中的食物消化吸收做好准备，并且姜中的挥发油啊可以加快血液循环，兴奋我们的神经，使全身变得温暖。所以人们常说早上吃姜4参汤啊。好，下边我们来调制肉馅儿。我们先加一点糖，加糖的目的呢，主要是提鲜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盐，一点点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加生抽。好，盐糖去腥呢，然后我们把它搅拌一下。紧接着我们倒入料酒，料酒的作用通常认为是去这个肉的腥味儿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加生抽，1小汤勺就可以。那么加生抽的这个目的呢，主要就是为了让它有一定的咸味儿。它不能上色，只是有咸味而已，所以我们要加一些老抽。老抽呢是用来上色的，根据您的喜欢的颜色来添加。老抽不太咸，所以生抽呢是给出一定的咸味儿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搅拌。搅拌的方法，大家看到我是一边旋转，然后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搅动，直到您觉得您的这个手搅动的这只手觉得很大的阻力。以这个为好，大概的时间是2分多钟的时间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加一点水淀粉。这个肉丸啊，指这个馄饨里的肉丸呢，更有弹力，更有韧性，而且呢更粘稠，吃起来就特别软糯。加一点水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分3次倒进去，不要一次性倒进去，这样那馅儿啊就没有办法和好了。不要一次性倒进去，这样您那馅儿呢就容易这个就是和泄了，我们叫它水泄了，也就是说那个馅儿就变成松弛了，就不太紧致了。用这种方法分3次倒入之后，我们还是这个使劲的搅动，至少2分钟以上。直至上劲儿为止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加一些麻油。这基本上已经到最后的步骤了。有时候呢，如果您看这个肉呢比较瘦一点的话，您再加一点食用油。我加的是橄榄油或者是花生油，都比较好。好，再次搅拌，直到搅拌上劲儿为止，大概又要2分多钟的时间。我们在搅肉馅的时候，您要一定记住这一个规律，就是肉馅搅的速度越快，越上劲儿，时间越长，这个肉馅越好吃。大家看我搅出来的这个肉馅非常的鲜美。
好，下边我们啊要切葱末，把葱末切得非常的碎之后，我一般葱多搁的比较多啊，要多搁一些葱好吃。这个葱大家要注意，它放的时间节点很重要，就是它一定要在您的肉馅完全都和好之后，最后临包之前您再放葱，这样那个葱呢是鲜的，否则那个葱就容易使得肉馅变得有一点铁锈味儿，就不好吃了啊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大家看我的肉馅和的啊鲜美，而且葱恰到好处的放入。好了，下边我们就来开始包馄饨了。好了，我买的呢是这一种这个带有一点鸡蛋的，大家可以看到颜色稍微发黄一些的啊，这样的馄饨皮儿，一袋大概70张左右吧。我们把它呢拿出来解冻以后，每次这个馄饨皮都要冻住啊，都要冻上保存。然后我们拿出来以后把它解冻，它大概过15分钟左右就解冻了，非常快。然后呢，拿出您所需要的这些数量，其余的我们还要把它放到冷冻室里去冷冻保鲜。好了，让我们拿出一片，还要准备1小碗水，也就是来粘合这个馄饨用的啊，馄饨皮用的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呢把馅儿放到中间。通常我们自己家里包的时候呢，这个馅儿都比较多，量比较足啊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您的馄饨皮就越要捏紧一些。大家看，随意的捏，您想捏成什么形状都可以。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种，这个捏成像一个花一样，周边呢有这个很多的馄饨的一些这个碎褶，这样呢我喜欢煮出来以后啊，有一种这个薄如蝉纱一样的这个馄饨皮吃到嘴里非常的鲜美，可好吃了。而且我就喜欢，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吃馅儿比较少一点啊，只是爱吃这个馄饨皮真香，尤其有这鲜美的馄饨皮汤、馄饨汤，哎呀特好吃，特别香。好了，随您的心意，随您的心愿，您想包成什么样的都可以，只要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把这个蘸水以后，把边角，也就是说把这个皮边角要捏紧一点，这样呢它不至于这个破裂，在煮的时候不至于破。大家看我随意包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啊，都可以。好了，我们包这个馄饨的过程呢，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艺术创造的过程，是吧？您可以随意创造出您自己特别喜欢的造型，可以包成各种动物的造型都可以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趣味。把我们做的家务活呢，也把它变成非常有趣味的劳动，这样我们都能够从中受益，而且干的也非常的愉快。好了，大家看我所有的馄饨一会儿就都包好了。包好以后呢，我们如果吃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都包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到一个这个硬纸板上，把这个硬纸板呢放进冰箱里，冷冻以后，完全冻住以后，我们再把它分装在保鲜袋当中，这样呢一般能储存1-2个月左右，不要时间太长啊，时间太长就会有一点点的冰箱的味道，你就不是很新鲜了。好，大家看我把它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进行冷冻，大概冷冻有1个多小时就能够把它转移到保鲜袋里边了。好了，下边呢我们就留出我们需要煮的馄饨，开始煮馄饨了。做半锅水，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一块很小的鸡汤粉，会更使得您的这个鸡汤这个馄饨汤美味。然后呢我们盖上锅盖，等水烧开，水烧开后下入馄饨放进去以后，用勺子推动，顺时针推动它一下，这样不是至于它粘连锅底。然后呢等水开，一共要煮1分半钟，在期间
1分钟之后，我们打入一个这个您搅好的鸡蛋液，搅匀的鸡蛋液，然后放一些我放一些油菜叶，你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这个绿色的菜叶就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搅匀的鸡蛋液1个鸡蛋液打进去，均匀的，你看均匀的倒入，然后用筷子，不要关火啊，用筷子或者用勺子都可以推动搅动它一下，然后关火。接着呢，我们在一个碗里边，然后放一些冬菜，我买的是这种冬菜，大家可以到市场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放一点冬菜之后，我们再把馄饨放进去，就可以享用了。